大家好，我是可嘉妈妈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这里每天为您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，希望能给您的身体带来健康。进入深秋，天气干燥是最明显的，身边感冒咳嗽的人也多了，而且因为早晚冷，很多人又爱吃烧烤，干燥加起火气，哪能不咳嗽呢？尤其是中老年人，这种症状是特别明显的。前2天11出游，小伙伴喜欢吃重口味的烧烤，我就吃了几串就不行了，瞬间感觉喉咙冒火，喝了1碗这个汤才缓解过来。所以今天要把这个汤分享给大家，特别适合这个季节，止咳润肺，咳嗽是最怕它的。每天早上1碗，喉咙立马舒服，不上火了，真的很滋润。重点是这个汤是老少皆宜的，香甜可口，特别的好喝，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，越喝越滋润，秋冬过得越舒服。我们一起来看看。首先我们来准备1小节的胡萝卜。胡萝卜是一种常见的蔬菜，在我们生活中被广泛的食用，不管是老人孩子吃它，营养都非常的好，能够起到很好的润肠通便的作用。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胡萝卜还有一个特别有效的作用，那就是帮助肺部清除毒素，起到润肺止咳的作用。胡萝卜富含维生素 A 和胡萝卜素，这2种物质能够帮助身体产生白细胞，提高身体免疫力，防止疾病的发生。此外，胡萝卜中的抗氧化物质能够清除身体中的自由基，从而减缓身体衰老速度，对于脆弱的肺部能起到很好的滋润和保护的作用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胡萝卜，可以凉拌、煮粥或榨汁，蒸着吃，方法非常多。对于有肺病或者长期吸烟的人来说，是一个非常有益的食材。特别是在这个季节，天气特别的干燥，喉咙容易干痒，我们可以多用胡萝卜来煮水喝。胡萝卜去皮，我们把它切成像这样的薄片就可以啦。切好，先将它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1小块的生姜，生姜不用去皮，把它清洗干净就可以啦。切片。生姜不仅是厨房中重要的角色，它还是中药中重要的中药，性温，能达到解表散寒、温中止呕、温肺止咳、解毒等作用，用于改善风寒感冒、畏寒呕吐等症状，对于风寒引起的咳嗽有一定的疗效。生姜具有一定的刺激性，但是不宜过多食用，大约7、8片这样子就可以啦。因为胡萝卜它是属于带寒性的，我们加入一点点生姜，能够有效的缓解胡萝卜的寒性。另外，生姜是入肺经的，可以温肺散寒、化痰止咳，特别适用于寒咳咳嗽。如果搭配陈皮一起吃，效果会更好，还能够促进消化。生姜中的挥发油和姜纳素能够有效地刺激我们的肠道，增加胃液分泌，帮助食物消化和吸收。接下来再准备3片的甘草。甘草是一种常见的中药，用法也是非常的广泛。甘草药性甘润而平，可以入肺经，能够滋润干燥的肺部。有些人体内津液亏虚，肺里肺气不足，有时候稍微活动一下就觉得气喘吁吁的，经常嗓子不舒服，感觉干燥，而且还干咳咳不出来的那种。还有一些人咳的那种比较粘稠的痰，就可以用甘草去煲水喝，能够补益肺气，祛痰平喘。如果觉得甘草单一的话，可以搭配一些陈皮或者是麦冬一起泡水或煮水，能够有效的止咳和平喘，效果非常好，还能够补脾。甘草味甘，从中医上5味上来讲，
甘草的味道是最擅长入脾胃的，能够温急止痛，对于脾胃虚引起的腹部疼痛都有很好的止痛效果。而且甘草能够补中，还可以补脾气，能够恢复脾胃正常的运化功能，对于肝肾也是非常的有益的，可以柔肝养肝，缓解息风。平常特别急躁、情绪波动很大的人都可以去喝一些甘草水，还能够起到补肾。接下来准备一小把的干百合，大约有15克。百合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材，它口感甘甜可口，营养丰富，备受人们的喜爱，特别是女性朋友很喜欢吃。百合中含丰富的蛋白质、脂肪、碳水化合物、多种维生素、膳食纤维和矿物质，这些营养成分对我们的身体都有很多的好处。它可以润肺止咳，百合具有很好的润肺止咳的作用，对呼吸道疾病如咳嗽、咳喘、喉咙干痒、哮喘都有一定的缓解作用，能够有效增强身体免疫力，预防疾病侵袭，还可以起到促进睡眠的作用。百合中含有的一种多糖体具有镇静作用，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。对于失眠的人，适量的吃百合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，特别是女性朋友常吃，睡眠好了，皮肤自然也好了。百合富含维生素 C 和各种抗氧化剂，有助于清除体内自由基，起到非常好的延缓衰老、保持肌肤年轻活力的作用。百合和甘草用清水将它们淘洗干净，然后直接放入锅中，把切好的胡萝卜也给它倒进来。接下来再准备适量的冰糖。冰糖有一个非常好的美誉，被称为保健糖。经常食用一些冰糖能够养生。冰糖有非常好的润肺止咳的作用，尤其是在深秋季节，天气干燥，容易出现喉咙干燥、咳嗽、喉咙不舒服等。适量的饮用一些冰糖水也能够缓解症状，达到润肺止咳的作用，还可以起到化痰的作用，对于治疗呼吸道疾病有一定的作用。接着加入适量的清水，盖上盖子，用大火煮开，转小火煮15分钟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里啦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，请动动您发财的手，在下方给我点一个免费的小爱心，感谢您的支持。时间到后，我们直接把它装入杯子里就可以喝啦。里面的汤渣可吃可不吃，我们只喝水就能达到很好的润肺止咳的作用。对于秋冬季节干燥，一定要多煮来给家人喝，老人孩子都可以多喝，能够有效的滋润我们的肺部和皮肤。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